在被养父母哄着拿出所有积蓄，买了日益昂贵的物资给他们送去后，我失去了最后的利用价值。腐蚀与倾盆下的那天，我在睡梦中被养父母一家捆绑着从房子里丢了出去。病毒、辐射和腐蚀雨的三重作用下，我从梦中疼醒，大喊着爸爸妈妈救我，哥哥救我！我看着窗帘后的人退了一步，拉紧帘子。我看着自己皮肉脱落，内脏融化，感受着神智消失，最终也成了末日里行尸走肉中的一员。再次醒来，我重生了，重生回一切灾难开始的最初阶段。手机上铺天盖地的新闻头条显示着日本正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我捧着手机颤抖着，崩溃着，又哭又笑。我不知道那样可怕的世界为什么还要让我再经历一次，但既然已经回来了，我发誓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活。如果有一天你们公司那个一向卷生卷死、最早到最晚走的同事忽然开始按时上下班了，不用太担心、太疑惑，他没有什么阴谋阳谋，可能只是单纯的知道世界末日已经来了。我看着窗外的那场小雨，想起前世这个时候网上的一些言论，他们说那是老天爷想把最后一场干净的雨留给中国。当时我是怎么想的？我什么都没想，我当时正忙着做 PPT 总结本月市场部汇总报告。那时候我埋头工作，每天吃的都是公司食堂员工餐，根本不关心核污水排海会有什么危害，海鲜还能不能吃。偶尔闲下来看看新闻或听同事们说起，也并无感触。那些在网络上被热议的问题仿佛离我很远，我更关心自己银行卡里存了多少钱，公积金能抵多少房贷，哪里的楼盘房价合适，通勤方便。房子，对了，房子。我脑中一激灵，看了看表，收拾起文件，拿了包便往外走。旁边工位的同事见状，惊愕地喊我：苏姐，还没到饭点呢，你去哪儿？我一边打卡一边回他：到下班的点了，我先走了，再见。我们公司6点下班，但加班到7点的员工可以免费吃一顿晚饭。我们食堂伙食不错，甚至还有肯德基、赛百味、阿香米线之类的店铺加盟，所以大部分懒得回家做饭的人都会留到7点吃一顿饭。8点公司有免费班车，可以送住在方圆20公里内的员工回家。9点有宵夜，10点半回去赶不上地铁的可以报销打车费。而我平时都是那个10点半才走的人，这会儿6点才过几分，我就打卡下班，着实是惊掉一群人的下巴。但我知道我没空在这里为了一顿晚饭一顿宵夜在这里跟他们一起摸鱼加班了。我现在住的房子是租来的，前世城内情况恶化时，资源开始统一分配，按人按量的供应，从无偿到有偿，再到高额紧缺。社区里面所有人惶惶不可终日，物资供应最紧张的时候，业主们开始纷纷要求清除租户，以节省资源。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房东退了租金和押金，强硬的要求我3天之内搬出他的房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多年没有联系的养母给我打来了电话，跟我说了那句妹妹回家吧，然后将我拖入死亡与背叛的深渊。这辈子我不会再信那家子人了，也不想再任由任何人把我从房子里赶出去。我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一个任何人都不能再随意的把我赶出去的家。这样的想法在我脑海里空前的强烈到我一刻都不能耽搁。我冲进雨里，丝毫不在意自己梳得妥帖的头发穿着笔挺的套裙被打湿，因为这也确实是这个世界难得干净的一场雨了。写字楼的旁边就有房产中介，一进门就有人热情地招待了我。他没有开口就先问我需求，而是快速地给我抽了几张棉柔巾，让我擦掉脸上的雨水，并且又给我递上了一杯水后，才拉开椅子请我落座，然后不急不缓地问我怎么称呼。女士，我说我姓苏。然后边见那名女中介笑得眉眼弯弯道：好巧啊，我也姓苏，我叫苏琴，苏女士，您叫我小苏或者小琴都可以。请问你有什么需求呢？是想要租房还是买房？我坚定又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说：买房，我要买房。苏琴看着点了点头，笑道：那先恭喜您了。然后她在电脑上敲击了几下后问我：那您准备在那个区域买房吗？我看您刚才是步行过来的，应该是在附近上班吧？考虑附近的房子吗？苏琴专业的问话让上头的我瞬间愣了一下。是啊，该买哪里的房子呢？这一带是城市 CBD 城中最繁华的地带，这里确实有很多高端的楼盘，但那动辄千万级别的房价显然都不是我能负担得起的。而且考虑到后续避灾及救援的问题，这样拥挤繁华的商业地段显然不会出现在我的选项中。苏琴见我愣住，并没有急着催问我，而是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反应。待我回过神来开始迷茫的时候，苏琴才问我：买房是大事，咱们慢慢考虑。不过苏女士，咱们这边是想要买方便独居的小户型呢，还是和家人一起住的大户型？我先整理一些房源给您看看，作为参考。我反应过来，开始盘算手头的资金和其他各种因素。其实前世我就一直有在看房子，在我18岁考上大学那年，养父母就和我终止了收养关系。后来我的户籍从苏家迁出，直接迁到了大学这边的集体户口上。毕业时，为了顺利落户当地，我选择了薪资较低但承诺可以落户的公司。毕业后，我卷生卷死，一切以公司利益为最高出发点，终于在去年被公司认可，兑现了承诺，让我成功落户。在有购房资格后，我闲下来就在网上看房子，但却从来没有来过中介。为什么呢？此刻我终于反应过来一个可怕的现实。以我现在的存款状况，即便只是先付个首付，也根本买不起我想要的地段的房子。这些年，我对自己苛刻到了极点，每个季度来回就那么几套工装替换，吃喝都在公司，路费全靠报销，就连租房子都选了6环外的老旧社区。但当初为了落户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注定了我的起点薪资不会太高。所以，即便后来因为工作出色升了职，涨了几次工资，但底子还是薄的。我从去年底开始，税后月薪19000，加上这些年低消耗高储存，积累下来的积蓄也才不过50几万。我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竟然想要在帝都这样的寸土寸金的地方买房，还挑3拣4？我丧气了，放下水杯，对着苏琴不好意思道：耽误你了，我再考虑一下。苏琴并没有因为我的反复而生气，反倒笑笑道：应该的，买房子是大事，肯定要仔细考虑的。我起身的时候，苏琴递给我一张名片，道：等你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上面扫码可以加我的微信。您有看中的小区也可以随时问我，我可以带您去看看房，或给您发实景图片。不管怎么说，买房子还是要多看多选才能挑到心仪的。我收起苏琴的名片，对着她点点头，向着门外走去。
还没迈出门槛，苏琴便追了上来，递给我一把伞，道：“外面下着雨，您先拿着用，什么时候有空再送回来就行。这是公司提供给附近客户的人文服务，您不需要有负担。”我接过苏琴的伞，谢过她的善意。离开中介，我进了地铁，上了回家方向的地铁，开始思考怎么搞钱。我打开某乎，开始搜索末日该做什么准备，怎么快速搞钱。我有些失望，回答里关于末日来临该怎么快速搞钱的办法，仿佛都不太适合我现在的情况。作为一个前世本本分分上班存钱的打工人，我没有过靠买彩票暴富的想法，所以自然也没有背过中奖号码。而我所经历的末世，头几年社会治安并未完全崩塌。我记得在我被赶出房东家之前，还有同事跟我吐槽房产公司都倒闭了，他的房子还没交付就烂尾了，但银行照样在催还房贷。想要跟猝不及防行末日文里一样，靠各种平台的小微贷套现快速集资的办法，在我这里显然没有可操作性。我也没有父母亲人的无条件相信与资助，光是第一步找到一个长期稳定可靠的住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难点了。走出地铁站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即便现在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但也是我这些年来难得在晚上这么早走过这条街。沿途地面还是湿的，三三两两的夜市小车便已经停靠在路边，各种食物的香味勾起了我的饥饿感。前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在死前那段时间吃的很少，几乎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如今看着那么多食物出现在眼前，我竟一时不知道该选什么。于是我从街头买到街尾，把我想吃的东西每样都买了一份，最后在一家炒粉摊子前停下，要了一份鸡蛋炒饼，便再找了张小桌小凳坐下。从淀粉肠到烤面筋、烤冷面到臭豆腐、鱿鱼串、烤扇贝，我不停地塞着食物，不仅用它们去填我的胃，也是在弥补前世与过去的自己。幼时我被苏家领养，是因为苏建东想要一个妹妹，而苏母早年因计划生育早已结扎，被儿子闹得没法了，才去福利院收养了我。我是苏建东亲自选的，所以一开始他是很喜欢我的。但小孩子的喜欢没轻没重，我经常会因为他要给我喂饭而被捅伤嘴角或牙龈，经常会因为他想要推我玩滑梯而被摔得头破血流。我那时才2、3岁，大概是很怕他的。后来苏建东上了学，有了许多朋友，就不再想要妹妹了。那年我5岁，开始记事了，所以记得养父母把我送回福利院，说我白长了一副可爱的模样，性子一点都不讨喜。苏建东那么喜欢跟我玩，我却只会哭，所以他们不想养我了。但是当初苏家收养我是经过正规的领养程序的，法律上我就是苏家的孩子，福利院显然不可能再把我收回去。我还记得福利院的人跟养父母说，领养孩子跟领养猫猫狗狗不一样，弃养是违法的。一个女孩子，你们把她领回去帮衬点家务也好，现在都义务教育了，也用不了多少钱去培养。于是我被领回了苏家。苏家其实不缺钱，所以我被领回去之后，并没有被强制做什么家务。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也正常的上学。养父养母对我说不上多好，但也没虐待过我。他们不会专门给我买新衣服，但我可以穿苏母和苏建东剩下来的衣服。没人关心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但饭桌上也会有我一副碗筷。我没有零花钱，但需要买学习资料的时候，苏母也会通过手机转给我的任课老师，从没少给过一次。我对苏家给予我的一切感恩又知足，努力让自己乖巧又听话，从不做任何让苏家人生气的事情，也会主动在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可即便如此，12岁那年，我还是被赶出了苏家。我其实并不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有一天半夜，我忽然被养母拽着头发从床上拖起来，拳打脚踢。他骂我不要脸没良心，我从一脸懵到哭着辩驳，却被养父狠狠地扇了2个巴掌，赶出了家门。我脑震荡晕倒在路上，被路人报警送到了医院。后来苏母黑着脸来给我办完出院，就给我办了转校。我被送去了邻市的寄宿小学，苏母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单间，周末或寒暑假就让我住在那里，不许再回苏家。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苏家亲生的女儿，苏家肯养我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所以我并没有反抗。转校以后，我开始独自生活。苏家每个月会给我500块钱的生活费，扣除必须买的学习用品，只够我吃主食或袋装方便面填饱肚子。校外的小卖部和路边摊，我从来不敢停留，毕竟那时候2块钱一串的淀粉肠够我去综合市场买一把便宜的挂面，吃上好几天。高3那年，我满了18周岁，苏家便迫不及待地跟我解除了收养关系。那时我才知道，原来那年我被赶出苏家的原因是苏母发现苏建东对我产生了邪念，企图半夜摸进我的房间。那年我才12岁，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不管事后追究还是不追究，苏建东都是犯罪的。养母说，我让你离开这个家，既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儿子，也是为了保护你。我知道你当时还什么都不懂，但要是因为你而让我儿子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我肯定是不能原谅你的。他又说，我们咨询过，原本你满了10岁，我们就可以协议取消收养关系的，但我们苏家还是养你到了现在，我们也不需要你报答什么，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以后的生活就靠你自己了。那天以后，租来的单间可以继续住到房租到期，但每月500块的生活费却没有了。我窘迫地跟苏母借钱，说我的生活费不多了，说我以后挣到钱会还，但他跟我说，我们家不欠你的，你别太贪心。我认可他的说法，再加上自尊心作祟，就不敢再开口了。那时我不敢耽误高考去打工，身边仅剩的30几块钱，连学校的食堂餐都吃不起，最后还是靠带白水煮面做3餐，勉强撑了1个月，上了考场。高考后，我开始四处打工赚路费，来到帝都考上的那所大学，在门口徘徊了1天1夜，才鼓起勇气进去找老师说明情况，申请了助学金，交了学费。大学阶段，即便有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我的生活依旧过得窘迫。身边的人讨论苹果好还是华为好的时候，我用的依然是高中时花200买来的那部2手山寨手机。我不是天赋型选手，为了不耽误学业，保证拿到学校每学期的奖学金，只能投入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根本不敢花费太多时间去做各类校外兼职，提升生活品质，生怕影响学习，不能拿到奖学金继续学业，甚至影响毕业。学校知道我的情况，给我安排了在食堂打菜的兼职，可以免3餐费用，每月还能有几百块钱补贴，而周末做家教赚来的钱，也够我在学校附近租个单间，供自己寒暑假落脚。我依旧没有多余的钱享受生活，那些别人口中的路边摊、垃圾食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我来说都是奢侈品。后来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还了助学贷款，存上了钱，我也忘记了自己曾经对路边摊的渴望。
蒜蓉生蚝的味道在嘴里散开的时候，我的眼眶竟红了起来。装着鸡蛋炒饼的饭盒满满当当的敞开着摆在我的面前，老板娘开了一瓶豆奶摆在我面前，她说这解辣，请你喝。我抬头看她，她身后老板模样的人拿着手机正在对着我们直播。老板娘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眼镜头方向，又看向我，道：生活的不容易，但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你别哭，这豆奶请你喝。我愣了下，收下她的好意，再看时镜头已经转向别的方向。老板娘搓着手压低声音道：小姑娘，你别介意，我们直播就是想多点收入而已，没有恶意的。豆奶请你喝，不收你钱。你心里要是有什么事儿也别太难过了，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老板娘说完，忙着回炉前继续炒面。我看着她的背影，才发现她的一条腿是跛的。生活确实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我最无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即便将来要面对末日，至少我已经有了独立的能力了。吃完了买来的所有东西，我起身扫码结了账，看了眼支在小摊前正在直播的手机，周围一些生意好的小摊上也跟着炒面摊一样支着一两部手机，摊主们忙着生意的同时，不时地跟手机里的粉丝说几句话。我算是做题死读书熬出来的，并不是脑子特别灵活的那种人，对于怎么挣钱我并没有什么注意。如果没有末日，我会继续勤勤恳恳上班赚工资存钱，但现在我确实没有时间了，什么办法我都得试一试。夜市摆摊好像也不错。我租住的这个社区曾经号称是亚洲最大的小区，即便是现在也人流量巨大，据说大部分北漂的人都住过这里。我这个点回来人多，以往我12点回来的时候人也依旧不少。这里难有高消费，但是小吃宵夜的生意都还不错。我的厨艺不错，以前为了省钱，自己琢磨了不少法子，将有限的食材做得美味。不行，回到家我就开始做准备工作。距离重生回来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临近下班时间，我关闭了工作文档，拿出手机算了算昨天摆摊的收入，除去成本，毛利1763元，把这个数字记在电子账本上，又在手机上下单了一批食材，便开始收拾桌面，准备关机。邻座的同事小郭从领导办公室方向回来见状，跟我打了个招呼，便也开始收拾起东西。苏姐，今天又不加班啊？我关了电脑，对他笑了笑，道：该做的都做了，留点时间给自己。你呢？怎么也开始收拾东西了？野溜。小郭叹了口气，道：我老家受灾，我爸伤了腰，我请假回去看看。我点头附和了一句，道：家里人重要，是得回去看看。小郭悄悄看了眼他们组长，然后凑到我身边轻声道：苏姐，老实跟你说，你之前这么卷，弄得我们组长整天神经兮兮的，压榨得我们喘口气都不敢。最近你不卷了，我们组长整个人也放松下来了，我这才敢跟他提请假的事儿。还好准了。B 组组长看了眼我们这边，小郭便脖子一缩，连忙继续收拾东西。我则顿了下，想起前世这个时候，我那时候确实很卷，为了业绩，不仅自己整根弦不动的老紧，对组员的要求也严格。B 组组长其实资历比我老，但自从我调到市场部，他的业绩就再也没高过我。我们之间的竞争还是挺大的。前世这个时候，小郭没有请过假，我也没从他口中听说过他家里的事情，只隐约记得差不多月底的某一天，身边的座位就空了，然后听人说了一嘴，说那员工家人出事了，他心里崩溃，赶回去奔丧，顺便辞职了。现在小郭提前回去了，我心里祈祷，希望他父亲只是受了点伤。回过神来，小郭已经背着包往外走，我想了想，还是追了上去，进了电梯站稳后才跟他说，回去以后好好陪陪家里人，长辈年纪大了，伤的腰可大可小，就算他们自己不在意，你也得上心点，最好陪他们去大医院仔细检查一下。小郭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来公司加上实习期也才几个月的时间，脸上还带着学生的天真和稚气。点头的时候，马尾一颠一颠的。我知道的，苏姐。我爸就是舍不得花钱，现在家里遭了灾，他就更舍不得了。这些年供我读书，家里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我都知道。要不是我妈跟我说，她受伤了都不会跟我说，怕我来回浪费路费，也怕耽误我工作。不过我还是得回去看看，要不然不放心。我看着小郭，心里的羡慕说不出口，只道回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联系我，工作上的事情不用担心。你们组长要是觉得耽误了进度，我就把你调过来。能陪家人就多陪陪家里人。小郭咧着嘴笑了笑，道：谢谢苏姐，嘻嘻，现在的 A 组可以，要是以前的强度，我可跟不上。电梯开门，我们告了别。再次收到小郭的消息是几天后。收到他的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收摊。当天准备的200份凉面和100份凉皮已经卖完了，我笑盈盈的跟后面还在排队的客人道歉，让他们明天再来。三三两两的人散开，还有人依依不舍地问我明天几点开摊，什么时候再买饭团，什么时候再卖冰粉，还有人提前加微信付款，预定了第2天的宵夜。我一一回复，并有条不紊地给付了定金的人备注口味。所有人散开后，我才对着手机屏幕笑着摆手说再见。直播平台上已经积攒了几千个粉丝，大部分还算活跃，都是跟我买过夜宵的客户，一些自来粉也都比较和气。偶尔有几条私信问商务合作的，我见产品不符合定位，便也没接。或者说，截止现在直播只是直播，并未以此牟利，只是起一个宣传作用，给夜宵摊多带来些客户。骑着小车回家，收拾完盆盆罐罐，洗好第2天要用的配菜，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再收拾完自己，我几乎是秒睡。第2天才看了小郭的信息，他说他跟他们组长辞职了，他爸爸伤得有点重，他不放心离开。我给他回了消息，说如果他还回来工作，只要我还在公司，之前说的就算数，让他不要有心理压力，好好陪家人。临近年末，周六我难得没有在白天出摊，选择给自己放1天假去超市逛逛，顺便置办些年货。生鲜区多了许多蟹腿和章鱼腿的刺身，大盒的挪威3文鱼刺身贴着降价30%的标签。有人兴奋地冲过去抢购，有人皱着眉说现在还吃海鲜，有人科普说你不要被网上的愤怒派给洗脑了，要有问题官方早就禁止进口了，你看清楚这是挪威的。有人嗫嚅道挪威怎么了？他们从小日子和蟹肉开始就禁止进口小日子的海鲜，11年了，现在我们停止进口小日子的海鲜了，他们反倒开放进口小日子的海鲜了。他们本土那么点人，自己又消化不掉，进过去的货贴牌卖给谁了？不是很明显吗？有人恼羞成怒，现在是不是大过年的连海鲜都不让吃了？
有人叹口气道，那边不是有新疆的三文鱼吗？也很新鲜啊。有人就生气了，你懂什么？国产养殖的怎么跟进口野生的比？我默默地远离生鲜区。前世这个时候确实有一些海洋动物因为摄入大量放射性元素已经变异了，国家方面也对海产品进口进行了严格的把控。但是这个时期变异比例不大，辐射范围还不广，再加上检查本就只是抽查，查出问题的概率更小。我国不可能在没有更多切实证据的情况下和所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断绝来往。再加上古往今来，只要利润空间够大，就会有人走私进口，所以一些核辐射产品或变异海产品不可避免流入了国内市场。后期查出，这个时候大量上市的巨型章鱼腿和蟹腿，有许多都是从变异章鱼和变异松叶蟹、帝王蟹上取下来的，还有更多冷链出售的三文鱼、金枪鱼，据说是切除了变异部位后照旧切割开来出售。即便是1%的可能，我也不敢冒险。内脏活生生在体内融化，皮肤快速溃败脱落的感觉，我再也不想经历一次了。我买了2斤青海基围虾，挑了些本土的水果、蔬菜、肉类，便开始有意无意的在罐头区、干货区闲逛，看看这个的保质期，看看那个的储存方式，最后在虾还会扑腾之前结了账回家。今天是小年，我和了面粉，准备包饺子。微信的提示音响起，打开界面，发来消息的是苏秦。自从加了微信，每个节日节气他都会给我发消息。伞我早就还了，但是每次雨天他还是会给我发短信提醒带伞。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中介都是这样热情，也不知道别人收到消息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烦，但对我来说，这是来自旁人少有的关心。我总会很认真地回复他，即便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会回复一个谢谢提醒。他有好房源的时候，也会给我发地段及户型图。我忙着的时候，他也不会催促打扰，仿佛就是很自然地跟我分享一个好房源。我去不去看，跟不跟他买，甚至回不回复都没关系。后来他在平台刷到我的直播，还过来给我捧过场，我才知道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只不过从他住的地方到我住的地方，骑自行车也要10几分钟。熟一些后，我跟他说，其实我钱还没存够。他也还是跟之前一样，依旧跟我分享好房，然后说如果有看见喜欢的，赚钱的动力也会大一些。这次打开图片，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他之前说的这句话的真谛。来不及洗手，我拿带着面粉的手直接回了消息，这套房还在吗？一对面发了一个猫猫惊叹的表情包，然后说你看上这套了。其实这套房子最大的优势是学区和安全，我以为你这样的单身主义不会首选这样的房子呢。我就是习惯性看见好房跟你分享一下呢。我会心一笑，心里默叹安全就够了。我记得那边的房子很少挂牌出售的，你这套房主急卖吗？我问的时候有些紧张，如果对方急卖，我恐怕来不及凑钱。苏秦很快回了消息，也不算是急卖，业主这边还有一些继承手续要办，再加上他们半年后才出国，留在国内的这段时间还要住，所以这房子半年内是腾不出来的。但是他们事儿办好以后，房子是肯定要急卖的。我之前帮他们的朋友做过置换，所以他们才让我先去拍照。网上现在是还没挂的，你要是有兴趣，我帮你约约看。我还没回复，他又发了一条消息。对了，这套业主意向是要卖700万的。你也知道那片没多少房子能卖的，上一套同户型2年前的成交额也在690万。其实不考虑学区的话，这个价位能在你们公司通勤20分钟内买套100多平新点的房子了。这个小区毕竟老一点，小一点，离你上班的地方也有点远，而且那个房子的原房主最近才过世，他们的女儿之后要出国，所以才卖掉房子的。你介不介意这个的？我在手机这边笑笑，心里知道苏秦这是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考虑。过去半年，我有陆陆续续跟他说过自己买房的一些需求。我要独居，不计划结婚生孩子，空间不能太小，房子要抗震防洪，工程质量要好，人口密度不能太大，还不想去郊区。所以苏秦说的这套房子其实是不太符合我之前跟他说的那些要求的。但现在一看到这个小区的房子有出售的，我顿时觉得别的要求都可以暂且放宽，因为这个小区在我前世的记忆中很安全，安全是我在末世的首选。我告诉苏秦，安全就够了，而且我喜欢那里清静。苏秦回信确实挺安静的，都是退休干部，总体人员素质是高的。女孩子独居也安全。最近他们应该挺忙的，你看中的话，我帮你约年后去看看房子吧。好，我又给苏秦发了消息，你今天休息吗？我包了饺子。苏秦回了个哭唧唧的表情包，道说是双休，其实无休，正在待看。晚上出摊吗？帮我留一盒。我原本准备今晚休息的，但现在有明确想要买的房子了，当即便觉得一天也休息不下去了，立刻回了出摊，帮你留着。我翻了翻家里的食材，登上直播平台，修改了预告，今日供应饭团和热奶宝，同时更新微信客户群。这边糯米、紫米刚泡上，那边订单就来了。年后听苏秦说，业主那边挺客气的，说我们可以过去看房子了。我便依着客人的礼数买了些水果、点心，并2罐茶叶，便跟着苏秦一起上门看房去了。那天除了没当场签下合同来，我们也算宾主尽欢。也不知苏秦是怎么跟业主阿姨说的我，闹了人家一件，我就拉着我的手，一脸爱怜的说，好孩子都会好的，还跟我说钱的事儿别急，董阿姨这房子你要买，我肯定是优先卖给你的。我就是在这长大的，我也相信你会爱惜这房子。这楼上楼下的人也都好着呢，以后你处着就知道了，都跟家人一样。就这样，我被带着楼上楼下隔壁邻居的认了一圈，谁都知道董阿姨家这房子以后要卖给我。我没交押金就定下了一套房，也没好意思开口砍价。我的粉丝不知不觉到了10万多，搞副业的事情早就没瞒住公司领导，只不过是没影响分内的本职工作，所以就没说什么。只是关于我影响下属不加班的问题，被隐晦的批评了几次。开通直播平台后，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带货的机会。过了3月，这个机会终于到了。我从重生后便开始关注的那家医药公司推出了食品放射性安全指数测试试纸，我自费买了大量试纸，开始在每天的直播中无偿给这款试纸做推广，给直播间和所有经过的路人介绍囤这款试纸的必要性。为此，我甚至冒险买了我害怕的进口海鲜做试验。当然，这个时候的海鲜并非全部都有问题，所以检测出来自然一会儿超标，一会儿安全。粉丝们从一开始恭喜我恰饭，到有人质疑我恰烂钱，开始有人劝我卖点别的，甚至有好心的粉丝帮我@我夜市摊上用过的调料的品牌方，让我恰点良心饭。我只能按照科学的角度给相信我的人继续科普。
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前世这款试纸将会在灾难日益严重后，成为多少人的救命稻草。1年后，因为某种不知名放射性物质的大面积扩散，这款试纸将会被迫停产。市面上已经生产的那些虽然不受影响，但却一纸千金。那时候无数跟我前世一样，不能确定食物能不能吃、水能不能喝的普通人，只能用命去世，然后再在不知不自觉中感染并痛苦的死去。重生一场，我想要帮更多的人，但我还没有伟大到把自己填进去。该给官方发结合前世结果分析的关于近期会发生的各种危害，我都已经以尽量合理的方式发给了各个平台的官方私信了。有没有人信？有没有人管？就不是我能决定得了。跑去跟人说我重生了？不，我不敢，我不想被当作疯子，更怕不被当作疯子。我爱这个国家，也爱这个民族，但我不相信所有人的人性。我算是第一个推广那款试纸的主播，但并不是唯一一个。那毕竟是家大的医药公司，所以他们很快也邀请了很多大 V 帮着做推广。我很快隐没在各大千万主播当中，但对于我的质疑声也少了许多。有粉丝帮我圈了医药公司，说我是这款试纸网络推广的第一人。经各方验证，我关于这款试纸的测评比医药公司官方的推广还早还全，于是我拿到了比我当前这个粉丝量提一档的推广费，一般是几十到几百块不等，但大厂大方，按着提档后最高额给了我1万块。我没要现金，让厂家帮我都换成了等额的试纸，品牌方很快超额2800块给我寄了一大箱，算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我看着收到的试纸，前世在我死前一纸千金，真的毫不夸张。1盒10份的试纸在网上被炒到500万，仍旧有市无价，手里有货的人根本不愿意拿出来卖。而现在这1盒试纸是128块，被无数人称之为割韭菜的智商税。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一大箱里面有100盒，相当于末日后的5亿。不过那时候的钱也不怎么值钱，毕竟物资紧张的时候，一根不知道有没有被感染的白萝卜都要卖200块，1袋5斤的大米出价20万都有大把人抢着要。穷人勒着裤腰带卖分配到手的有限物资，企图在末日里靠着这门生意翻身。中产小资掏空家底谋求一餐饱饭，想着熬过去了才能东山再起。而食物的危机其实不怎么能威胁到真正的有钱人，市面上值得他们关注的就只有停产了的试纸。我把厂家赠送的试纸和我自己买来的都一起藏在了衣柜里。2个月后，因为国内自主检测放射物超标的概率太低，这款试纸在网上的关键词除了智商税几乎销声匿迹。药店里产品开始清仓打折，便宜的1盒不到40块。我开始这里搜罗一些，那里打包一些，整箱整箱的把房间里堆得无处落脚。其实这一点也可以预见，毕竟海关那边对进口食品的把控并非形同虚设。这个时期大部分的危机其实都被拦截在了国土之外，即便不被理解，但总有人在默默地做这些事情。我每天给医药公司的推广部联络人发鸡汤，鼓励他们公司继续生产，不要对试纸市场失望，他们的研究成果一定会被证明是有意义的，他们会成为救世主，会名垂青史，至少是医药史。同样的话，我也会给官方网站和账号天天发，也会在自己的直播时每天坚持使用试纸，拒绝一切试纸显示超标的东西。有人说我走火入魔了，但我却因此跟品牌方保持了友好的合作关系，即便我的粉丝数量很少，达不到他们对推广方的要求，但他们却破例给了我推广销售的权利。他们的官方账号偶尔还会出现在我的直播间，问我默默今天检测了吗？默默今天出摊吗？默默今天吃什么呀？而我则回他今日已检测，如图所示，请厂家不要放弃生产试纸，我不能没有试纸。今日检测安全，照常出摊，又是因试纸而安心的一天。今日菜单检测合格的巨无霸饭团，试纸立大功，饭团可添加青海基围虾。网上磕什么的人都有，于是我跟试纸也有了墨纸 CP。有人念成妹纸，老粉就孜孜不倦地给新粉科普，是墨女默念作墨。主播默默吃宵夜和食品放射性安全指数测试试纸的双向奔赴。又1个月后，小郭给我发了张图片，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叔叔出海时捕到了一只8个脑袋的章鱼，图片里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肉瘤似的章鱼头，张牙舞爪的触须缠在鱼叉上，被死死钉在船板上。小郭给我保证那不是 P 的图，他说食物他叔叔已经交给当地渔业部门了，提醒我最近不要吃海鲜了，海里出大事了。我郑重地谢了他，跟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给他寄了半箱试纸，还提醒他附近药店如果有就尽可能多买些囤着，网购也行。没多久，国家发布禁令，全面禁止私人渔船出海，禁止所有国家的海产品的进口，并暂停了和大部分国家的海岛国家的贸易往来，暂停多国航班，并以极其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方立刻停止将核污水排入大海，否则我国将不排除采取强硬手段。在此之前，我国宣布和日本暂停所有政治经济往来，此时在国际社会上引发极大的反响。外网及国外领导、媒体公开指责我国实行霸权独裁，企图以经济制约国际政治局势，会有复苏法西斯主义的可能。各种恶评扑面而来，国内网上同样热议沸腾，无数人质疑，难道又要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了吗？也有人觉得国家太飘了，虽然这些年军事实力上升了，也不代表可以对抗全世界，一些先知派纷纷出国避难。即便央广新闻发布数份海洋生物变异报告，直指污水排海已严重影响海洋生态，恐怕会引起可怕及难以预料的后果，号召全球为拯救生态做出努力及预防，仍有人觉得是大惊小怪，毕竟国外都没怎么样。但也有人开始警醒，试纸开始热销。我也吃到了一直以来坚持推广的红利，短短几天就提升100多万，加上之前的摆摊和多年的积蓄，总算是凑够了首付。我跟董阿姨约了签约，700万我没还价，但董阿姨给了我一个大惊喜，离小区几百米外一个就小区地下室的一个10平左右的小仓库作为附赠，免费过户给我。那地方我虽然之后用不着，但我现在能卖呀，总归是能回点血。付完首付，我还背着几百万的贷款，兜里只剩下18000，连囤货的资本都没有。6月初，房子办好了过户，董阿姨也按期出国。我没有干涉她的行程，只是提醒她出国后不要居住在离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城市，尽量多囤一些试纸，选择安全性高一点的社区。董阿姨握着我的手，在手心里拍了拍，然后意味深长地叮嘱我也照顾好自己。董阿姨的人脉比我广，即便没有我前世的经历，她其实也知道很多我前世没经历过就不知道的事情，但她依然选择了出国，因为她的爱人和孩子还在国外等她。
而我不管怎么提醒，大家最多也就以为大不了和当年疫情一样，我跟公司也算好聚好散。市值开始大卖以后，我即便是正常上班时间，也难免会有所分心，离职是迟早的事情。公司答应我让我在办完公积金贷款后离职并迁走户口，而我则没有要离职补偿金。苏晴知道我的窘迫，小仓库过户的当天，他就帮我找到买家，小仓库倒手以80万的价格卖了出去，连苏晴都惊愕地拉着我的手，激动地直喊，算起来那房子才620万，你捡大漏了，默默。这地段连法拍房都没这么实惠，早知道我砸锅卖铁也自己买下来了，倒手就是几十万呢。你运气可真好。我也在心里默默感念，董阿姨真的是个大好人。不知道国外有没有市值，我得想办法给她寄些。结清了给苏晴的中介费，她说帮我找些同事一起搬家，我拒绝了。我给她私下也送了一箱试纸，并且交代她能囤就多囤些，给家里人也买一些。她知道我在直播间卖试纸，笑着收下了，没有说什么。我知道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不怎么把试纸放在心上，总觉得就算严重到当年疫情那样，也会有国家安排免费检查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国家也自顾不暇。我没有申劝，毕竟光是我送他的那一箱，合理的使用，1天1份也够用2年多了，省着点规划着用，几年是没问题的。毕竟后期物资匮乏，检测一次合格的物资，用了几天甚至更久也是常有的事情。我加入了业主群，跟物业打了要装修的报告，用了几天时间，请人清理屋内我用不着的旧家具，找专业的人加固了门窗，简单的刮了个大白，做了客厅和客房全屋定制的货架，就放了辆甲醛。我在附近租了个车库，开始白天囤物资，晚上回到租住的地方开直播，继续摆摊卖宵夜的生活。我沉溺于热闹的营生，喧嚣的夜市，我知道过不了多久，这样的日子就没有了。账户上的钱越来越多，仓库里囤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我开始规划着怎么把这满满一仓库的物资搬进那房本面积才60几平的2室1厅里。正当我纠结的时候，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95平南北向3居，内部消化，中介勿扰。我盯着那条信息看了3秒，又看了眼自己的新进存款，本来准备去把贷款提前还掉的，但现在看来可以来套更大的房子。我试探着点了那个人的头像，申请添加，然后问他4区的新业主可以买吗？等了一晚上，那人没有回复，也没通过我的添加，直到第2天睡醒，对方才添加了我。他问我，你是买了小董房子的那个小姑娘？我噌地从床上弹射坐起，诚惶诚恐地捧着手机思索，手机那头的人到底是手眼通天，还是正好认识董阿姨？我其实也没必要隐瞒，便实话说了。你好，我叫苏沫，确实是买了801的新业主。您跟董阿姨认识？您怎么称呼？对方这次没有再回复文字，而是发过来一条语音。点开后，苍老的男生略带威严地问，你是倒卖房子的？我连忙解释道，不是的，我就是要搬家了，忽然发现自己东西有点多，想再找个大点的屋子。对方这次直接打来了语音，我忙清了清嗓子接了起来，喂，然后就听电话那边的人问，那801你要卖掉吗？我愣了下，心里琢磨着对方是不是想做置换，毕竟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都会把大房子换成小房子，然后留一些钱用来养老。但801我虽然买下来没多久，可那是我户口真正落在自己名下的第一套房子，感情上来说总归是不一样的。落户后，我拿着户口本站在801的那天，是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我有家了的感觉。我虽然想换套大房子，但那只是处于储存物资度过末日的考虑。我现在有足够的钱付第2套的首付，并不想卖掉801，所以几乎没有犹豫，我便给出了答案。对不起，801是我当作家来看待的地方，我不想把它卖掉或者换掉。如果你想做置换，那我这边可能没有办法。老人家的声音略带疑惑道，小董说你不是摆夜摊的孤儿吗？不卖801你还有钱换房子？我这房子可不便宜哦。这话其实有些不客气，但对方年纪大，我也就没有在意。依旧恭敬的回复，我是孤儿没错。董阿姨当初答应卖我房子的时候，我确实还没什么钱，但最近这几个月我在网上做直播赚了不少钱。您听说过食品放射性安全指数测试试纸吗？我现在是在做这个产品的推广。老人家恍然半应了一声，道，哦，何时是纸啊？这现在是趋势，年轻人风向把控的不错，难怪能赚到钱。既然赚到钱了，那你就过来看看房子吧。我惊讶于老人家口风上的转变，嘴上连忙应下，问了对方方便上门拜访的时间，便连忙起床开始做准备。依旧是水果点心茶叶，难得大方的打个车，却在3环上遇上了早高峰，赶到小区将10点，不是饭点，上门还不算失礼。虽然不分属同一个社区，但这区的守卫更严，不过老爷子应该提前交代过，所以我到的时候跟守卫说了目的地，便被放行了。房子是高楼层，老爷子92岁，精神头依旧很好，家里有个保姆跟着照应。因为这1年腿脚不便，老伴也走了，所以儿子要接他到身边养老，这才准备把这套房子出掉。我尊敬的叫了声爷爷好，又把上门的礼地交给伸手的保姆阿姨。老爷子说带我看看屋子，我忙应了一声，便自觉地推上轮椅，跟着老爷子挨个房间的去听他介绍房间的布局。这房子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朝向光线本就好，再加上房子应该近2年刚刚重新装修过，墙面地板看起来都还很新，大概是为了方便轮椅进出，又或者搬走了一些，屋里没有杂七杂八的家具，是几乎可以拎包入住的水平。老人家见我观察的细，便主动说了句，你奶奶在的时候绝钱，我们这屋顶地板墙面玻璃都是新做的隔音，门你刚才也看见了，那个倒是没换，那门当初装的时候就是3级安全门，一般私人家里装的最好的也就这样了，你要不放心，回头自己换个锁芯就行。这小区反正是没有小偷的。老人家说着，小偷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武警站岗，确实一般小偷也不会进来。我跟老人家定下了房子，他给人打了个人电话，让人去拟合同，又让保姆阿姨下厨，让我留了饭。我陪着一起下棋，但水平太差，惨遭嫌弃，便干脆一块吃着橘子聊了会家常。
我没什么隐瞒的说了遍自己过去的经历，然后笑着说买这边小区的房子能让我比较有安全感。老人家看着我的眼神越发慈祥。聊天中，我得知老人家姓李，和董阿姨的父母是战友。董阿姨出国前还来拜访了老人家，跟他说起我的时候，说我身世可怜，以后有能照应的帮着照应一把。我越发坚定，不管国外有没有，我一定得给董阿姨寄几箱试纸。这边社区人员流动不大，不管是这一区还是那一区的老业主之间，多少都有些认识，租客也进不了业主群，所以我这新人在业主群里一冒头，该知道不该知道的都知道我是哪一户新搬进来的。当天我签好了合同，然后送合同的人陪着我带着证件去办理了转账和过户。老爷子搬家的那天，我寄走了给董阿姨的试纸，又另外搬了2箱过来给老爷子，顺便过来帮忙搬家。老爷子收下试纸，直夸我是好孩子，然后跟他儿子介绍了我，让我喊伯伯。老爷子只带走了他房间里的那张床和自己衣物，说是习惯了，然后告诉我其他东西我能用的就留着用，不用的他让他儿子来搬走。他儿子在旁边笑眯眯的看着点头赞同，我紧张的站在一旁抠手，结结巴巴的说用得着，都用得着，不用麻烦伯伯，毕竟这张脸我或许不熟悉，但这个名字我经常在新闻联播里听到。老人家要搬去的地方也很安全，比这儿还安全。我搬家的那天看了黄历，诸事大吉，但那天却是全世界真正意识到末日来临的一天。鲸鱼、海豚、鲨鱼为首，各种大型鱼群、水母、虾蟹、海龟，甚至海草、献祭般疯了一样的密密麻麻涌上全球各个大陆的海岸线。它们把自己搁浅在陆地，各色各样，正常的、变异的，都大大的睁着眼睛，仿佛死不瞑目，又仿佛在质问人类：你们看看，你们到底对海洋做了什么？海洋生物成群搁浅过去，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但如此巨大的规模却是震惊世界的。不过几天功夫，腐烂带来的疫病便蔓延到了全世界。这时所有人才意识到，中国之前的严阵以待并非空穴来风。无数之前怀疑国家闭关锁国、想要搞霸权主义而先一步出逃国外的人，开始在网上拿着护照呼吁政府尽快接他们回来。我已经停掉了直播，和医药公司做了最后一笔款项的结算。我现在挺有钱的，账户上的数字是我这2辈子都没想到自己能赚到的金额。不过这个数字现在对我的意义不大。我在屋里清点整理了整整2天的物资，这些东西给我带来的安全感比金钱要大得多。国内有风控的经验，民众不管在网上的言论如何，现实中对政策的配合度却还是很高的。这段时间，我国沿海城镇居民已经开始在政府的组织下，开始大规模向内陆城市迁移。当年疫情后，各地仍在陆续建造备受诟病的方舱，成了此时分散安置灾民的主要场所。空气炸锅完成工作的提示音传来，我拿着手机走进厨房，一边拿着筷子把鸡块夹到盘子里，一边打开手机。手机静音了2天，但也不妨碍它正在超负荷地接收着讯息。直播账号停播的前几天，我不仅再次提醒了粉丝们囤积试纸，也提醒了他们储存物资，暗示我们可能将要面临极大的生存挑战。重生一回，我该做的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不听劝的人我也无力勉强。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512G 的手机内存还能被来电记录和信息记录给挤爆。我随手翻了翻，大多都是问我还有没有购买试纸的渠道，或者问我有没有货，能不能云写给他们。大多短信都没有备注，微信和其他社交平台上联系我的，则多数是之前的粉丝。他们有谢谢我提醒他们囤货的，也有问我还卖不卖货的，更有直接问我是不是重生者的。在某个平台上，一条猜测我是重生者的回答被点赞了上百万次，评论了10几万条。我心头一颤，通通没有回复，只是批量删除着信息。有些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是，前世1年多后，在我被房东赶出家门时，才第一次联系我的人，这辈子居然现在就联系了我。也是这辈子因为直播，我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了。前世我也是被骗回去后，过了很久才知道苏建东染上了赌博，把苏家的家底败得干净。若非苏父对自己手头的资产把控的严，恐怕连后来住的那套房产都要被苏建东输掉。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苏建东的债主上门要债，苏家为了给苏建东还债，卖掉了商铺和厂房，连原本存着给苏建东结婚用的资金也全都掏了出去。苏建东谈了几年的女朋友，见他实在无可救药，也跟他分了手。前世我籍籍无名，从苏家户口迁走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联系方式还是当年我工作后存下工资偿还苏家抚养费的时候主动留下的。那时候苏母收了钱，却一个字都没回过我。后来资源紧张，物价飞涨，苏家因为还债本就薄弱的底子更加捉襟见肘，苏母这才想起联系我，把我哄回去掏钱给他们买物资。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接了苏母的电话，便毫不怀疑的回去，仍觉得自己是鬼迷心窍了。一个收养了我去几次想要将我弃养，12岁就把我赶出去独居，18岁就跟我断绝关系的家庭，我怎么会以为他们对我保有亲情，会在我遇到危机无助的时候心软的无条件收留我？上辈子他们不知道我离开苏家后混得怎么样，所以到了走投无路了，才死马当活马医的给我打了个电话。这辈子大概是因为直播确定我会有钱，所以提前行动了。但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我都不会在意。虽说为生而养，百事难还，但苏家并没有好好的抚养过我，还过一条命了也尽够了。世道马上就会艰难起来，我不想冒险去做什么非法的事情，给上辈子的自己报仇。反正现在全国封控，想要从帝都离开返乡还行，想要从外地来帝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便是他们想要再练我一次，只要我不搭理，他们也找不到机会。我只在这儿躺平了，等着看局势能不能稳定下来，等着看有没有因果报应罢了。我这边正吃着炸鸡，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显示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我连忙接通，喂，李爷爷。电话那边老爷子爽朗的笑着应下，然后问我，小莫呀，你现在801还是1201呀？我在1201呢。爷爷是有什么东西落在这里吗？老爷子道，没有，就是你伯伯一会儿带个朋友上去一趟，没什么大事也没恶意，你别紧张。我瞬间呆愣住，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事实上，在面对那个阶层的人，我做什么反应都是多余的，我只能被动接受。李爷爷能提前给我打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对我抱有极大的善意了。电话那边，李爷爷又宽慰了几句，叫我不用担心。我浑浑噩噩地应了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挂断电话。回过神来的时候，门外已经传来了敲门声。我疼得起身，椅子翻倒在地，发出巨响。餐厅离大门近，门外的敲门声停了下来，然后是李伯伯的声音传来：小莫，
我深吸一口气，迈了2步走到门边，打开门，努力扯了扯嘴角，然后紧张到连假笑都做不到。李伯伯的身后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的60几岁的军人，恕我无知，没办法从对方的服饰和肩章上判断出他的职级，但在他们身后持枪站立的武警，我是能认得出来的。李伯伯先是对着我笑了笑，安抚我的情绪，不要害怕，我们只是过来了解一些事情，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先进去再说好吗？小莫，我抿了抿唇，抠着手指点了点头。把人引进门，我坐立不安地站在客厅，身侧是密密麻麻的货架，心里暗自思量，如果他们问起我该怎么解释我自己在家里囤了那么多物资，才显得比较正常。李伯伯却只是在进门的时候打量了一眼货架，然后笑了笑，老陈，你看这90几年的房子承重还是不错的嘛。然后又对着我介绍道，小莫呀，这是陈部长，我们这次过来主要是有些情况想要跟你了解一下，你不用太紧张。陈部长面相威严，见我紧张的2腿直抖，舒缓了面色，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平易近人的对着我笑了下，道，也叫我陈伯伯就是了。小莫是吧？你先坐下，我们慢慢聊。客厅里被我腾空的空间用来摆设货架，原本的沙发之类的都被搬走了，只有餐厅区域有张桌子，旁边配了几条凳子。李伯伯说了句他去烧水，让我们慢慢聊，便熟门熟路的进了厨房。陈部长扶起之前被我弄翻的椅子，指了另一条凳子让我坐下聊。我属实不是什么重生文大女主，重活一次，我本质上还是个小市民，没有大杀四方的能力和魄力，甚至连胆都还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大。眼前这个层面的人，原本是我一辈子都不能接触到的。我一个上课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都会紧张的人，实在是没办法在此刻气定神闲，云淡风轻。好在对方也看出了我的紧张，并没有刻意的给我制造压力，也很快的就给我说明了来找我的原因。你好，小莫，不知道近期网上一些关于你本人的言论，你是否了解？我一听这个，顿时脸色煞白，心里懊恼，我应该低调一些的，我为什么要做那些多余的事情？然而还没等我反省多久，陈部长又继续道，我想你多少是知道一些的，不用担心，关于你的个人信息和一些不利言论，局里已经做了保护和删除，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困扰。还有，你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我紧张地看着陈部长，他柔和的含笑点头，道：我们内部也有同志曾有过跟你一样的经历，只不过据我们分析，他们回来的时间都没有你早。小莫同志，我看过关于你的资料，你在去年8月25日就给官方发过私信，阐述核污水排海可能带来的危害。很抱歉，当时我们并没有引起重视。我紧张地摇了摇头，双手紧攥着局促道：我可以理解的，毕竟我只是个普通人，而且我也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不被相信或者以为是网络恶搞都是很正常的。张部长道：你不必妄自菲薄，国家核集体都是由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组成的，你是普通人，我难道就不是普通人吗？小莫同志，其实你的觉悟已经很高了，你也为之努力过，你也确实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能你自己还不清楚，你对 HTC 医药公司继续生产食品放射性安全指数测试试纸做出了多大的影响。你应该清楚，在上一个轮回，或者说那个平行世界中 ，HTC 在3个月前就全面停产了，但这一次他们不仅没有停产，甚至还一直加产到3天前。你还不知道吧？其实一直以来跟你联系的那位 HTC 的那位工作人员，并不是他们公司医药代表，而是为了得到一手反馈信息的医疗团队的教授和研究员。这款产品上市前实测数据不足，再加上当时的大环境，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太大把握。是你在一直给他们正向回馈。我们的同志回来的时候，市面上食品放射性安全指数测试试纸的投放量和库存量都十分可喜。在生产线从未间断的情况下，即便3天前 HTC 发现因为不可控因素，食品放射性安全指数测试试纸无法再正常生产，我们掌握的存量也能让研究部门坚持更长时间去找出最终的解决办法。听完陈部长的话，我逐渐放松下来，不知是庆幸自己不是唯一一个重生的不会被解剖研究，还是高兴自己先前所做的一切并非无用功。害怕紧张的情绪渐渐散去，眼泪却控制不住的掉了下来。陈部长从桌上抽了几张纸递给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用怕了，接下来的交给国家。我擦了眼泪，抬起头，坚定地点着头，哽咽着问一声。陈部长笑了笑，然后又问我，你舒缓一下情绪，接下来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向你了解一下。上一次你坚持到什么时候？国内当时的大环境怎么样？我听其他回来的同志说，他们都是死了以后才回来的，你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你离开的时候外界环境如何？灾难发展到哪一步？救援又到了哪一步？死伤情况等，你能想到多少就告诉我多少，不用急，慢慢说。我这时才注意到，从谈话开始之初，餐桌上就摆放了一个小型设备，收录影像声音。我先前太紧张了，竟完全没注意到那东西就大大方方地摆在桌子上，正对着我。我深呼了一口气，我知道这是必要的程序，所以没有排斥，也知道自己接下来说的话应该会很有用，所以努力回想，尽量组织自己的语言。我管那段经历叫前世。前世我只是个普通的社畜，所以最初的时候我是浑噩懵懂的，和大多数人一样，根本没意识到核污水排海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食品放射性安全指数测试试纸，我前世其实也没在意。我前世意识到灾难降临也是在这个时候，大量的海洋生物冲上海岸线。当时我们国家的戒备也没有这次那么严，所以第一轮受害的就是沿海地区的渔民。一些出海的人没来得及回来就直接消失了，还有一些即便赶了回来也感染了疫病，他们回到城市。我记得当时全国沿海城市几乎同时爆发大规模疫情，或者说全球吧。当时死了很多人，每天公布出来的死亡人口数据都是几万几万的增加。我抬眼看了下陈部长，有些心虚道，我当时听我同事们说，就那个数据可能都还是谎报后的结果。我当时有同事老家是 H 州的，他说他们那边常住人口600多万，几天时间死了1半都不止，连火化都来不及火化，尸体摆得到处都是。陈部长眉头紧蹙，示意我继续。我缓了口气，继续道，我听说这一次沿海城镇很早就开始疏解了，应该不会像前世那么死伤惨重了。当时帝都这边风控的挺快的，差不多1个星期后吧，我们就都居家办公了。社区也不许人员进出，物资就跟之前疫情那会儿一样，由社区和居委会统计分配。一开始情况还好，物资分配比较平均，别的地方我不太清楚，但我们社区
区那边初期都是免费的，像我这种当时一个人住的，每天分配到的物资只要不刻意糟蹋，都绰绰有余，不容易变质的食材还能存下一些。大概过了3个月，物资就开始收费了，东西也少了很多，但按一个成年人每天的正常消耗也是够吃的。这个时期比较长，直到次年11月底，物资供应越来越紧张，尤其是新鲜果蔬，日常供应的都是萝卜、土豆这些易保存的。对了，在这期间，仿佛全球都没有下过雨，反正我当时在帝都是没有雨的。北方本来就少雨，所以我当时也没在意。我听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粮食欠收，连鲁豫那边的大型农业基地都受到了影响，全国都没菜。还有当时我在网上看见消息说，海洋生物对所有下水的船只、潜艇发起了自杀式的大规模袭击，好像还拍到了史前巨兽。不过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那个时候因为风控，我们国内的死亡人口基本集中在沿海100公里左右的城镇，规模很大，具体死亡数后期网上已经没有公布了，但是比起国外，我们当时算是控制住了，至少我当时认识的在内陆的人几乎没有被感染的。后来因为物资越来越少，社区里的业主们联合起来驱逐租户，帝都这边也确实救援不了太多外来人口，所以便统一安排来自内陆且居无定所的外来人口返乡。我就是那个时候回的老家，老家那边情况也差不多，当时大米都卖到了几千块一斤，方便面罐头这些几百几千块一盒都有人买。我回去后大概2个多月吧，全球忽然开始爆发一种新的病毒，感染者会丧失理智、失血暴躁，就是我们说的丧尸那样子，但又不太一样，因为体温什么的还是有的，受到跟人一样的致命伤害也会死，只是变成了会吃人的怪物。那个时候社会就乱了，之前就算物价炒得再离谱，也没有人敢出来明目张胆的抢劫杀人，大家即便是抱怨，但总体还是守法。但这种病毒爆发后，很多警局、军队的人都感染了，一切就变得不可控制起来了。大概又过了4、5个月，具体日期记不大清，大概是农历6月中15、16号的样子吧。因为前一天月亮挺圆的，第二天天上就开始断断续续的下腐蚀雨。陈部长忽然眼神一变，见我停下，便让我继续，顺便解释了一句：“我们回来的同志都没有坚持到你说的腐蚀雨时期。”我张着嘴愣在那里，随即明白那些人大约都是冲在前线的，遇到的危险指数肯定比我这种谨慎躲藏的人要大得多，自然也是最早牺牲的一批。腐蚀雨已经是26年的6月了，我不无遗憾地想着，如果是他们在核污水排海之处重生，肯定会更有价值。也许我这辈子可能都不需要再面对末世。为什么偏偏是我先重生回来？好无用，我有些懊恼。陈部长顾不上我的情绪，面色凝重地问：“腐蚀雨是什么情况？”我也语气沉重地回答：“是带有放射性物质的雨，不管是落在人身上还是丧尸身上，还有动物，都会导致皮肤脱落，对植物的杀伤也很大。当时我们小区里的绿化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全部都枯死了。那段时间，丧尸因为不会躲雨，倒是消失得很快。但腐蚀雨最可怕的是会影响内陆的水资源，甚至土地。被污染的水和食物被人吃下去后，会快速溶解内脏，让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以极其痛苦的方式死去。”陈部长站了起来，就连李伯伯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了出来，两人都是神色凝重。我继续道：“当时民间几乎没有100%确定安全的食物来源，食品放射性安全指数测试试纸的作用就是那个时候被发挥到最大。可惜当时市面上的货很少，几乎不流通。据我所知，网上有人挂500万一盒求货，都买不到。那个时候普通人家里找到吃的都是先让一个人试一试，吃完没问题了，其他人才敢吃。那个时候死的人很多，我所在的小区几乎10室9空，秩序也很乱，体能差些的都被抓去试吃了。我就是再一次试完食物后被发现感染，然后被养父母一家绑起来扔出去死掉了。当时是26年12月，我记得当时很冷，没几天就该过年了。”李伯伯怜惜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问陈部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陈部长关上收录设备，对我敬了个礼，我连忙回礼。陈部长点点头，也拍了拍我的肩膀，道：“感谢你的配合，你说陈述的资料很有意义。小莫同志，你辛苦了，也受委屈了。抱歉，国家没有保护好你们。”我红了红眼眶，摇摇头，憋出一句：“不是的，我知道当时的情况下谁都没办法的。很多国家连丧尸一变都没撑到就乱了。国家努力组织我们返乡的时候，周围好几个国家都没了，连小日子都沉了。”李伯伯声音微扬，惊道：“日本沉了。”陈部长也讶异地看着我，显然也没料到还有这一出。我愣了下，解释道：“啊，我刚才没说吗？就是一开始小日子受灾就挺严重的，算是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吧。然后海底出现的史前巨兽也一直玩了命的袭击他们，据说是引起了板块震荡，富士山爆发了。当时他们还想申请国际救援来着，但谁都自顾不暇。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俄罗斯干的还是美国干的，就有人往他们国家投了氢弹。当时帝都这边安排外来人口返乡，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国家沉了以后有火山灰往我们这边飘，咱们东北华北沿岸都在内迁，还好沉得快，火山灰也没飘太久。”我说着说着，竟有些幸灾乐祸起来。李伯伯和陈部长面面相觑一番，然后对我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样吧，你存一下我的电话，后面再想起什么，事无巨细都打电话告诉我。我们这边得赶紧先回去开会。”李伯伯一边说，一边拿手机按了拨通，然后我的手机就响了。我连忙备注，张部长也给我留了号码，然后到门口我留2个警卫，你放心，他们不会进屋影响你的生活。如果你联系不上我或者老李，语音留言的同时，再把紧要消息先告诉他们。小莫同志，你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在那场灾难中存活最久的人，你能想起的任何一条信息，都有可能关乎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小莫同志，不管你想到什么，荒唐也好，道听途说也罢，都请你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这些信息都有可能作为我们接下来行动的参考。我握着手机郑重地点头，保证道：“我知道，我会事无巨细地汇报我能想起来的一切。”小区里开始配送物资了，我因为囤货多，所以没有去占用公共资源，每天吃了饭就捧着手机坐在那里想上辈子经历过的事情，哪个同事祖籍哪里什么时候遭的灾，公司什么时候倒闭的，我住的地方哪天停过水，哪天停过电，每个阶段收到的物资里面有什么蔬菜，哪一天开始没有绿叶菜的，萝卜什么时候开始蔫的，返乡途中有多少人，遇到了什么事情，走了几天，用的什么交通方式，上网看各种消息的平台是什么，发布者是谁，关于是谁扔的氢弹的各种通过讨论。
甚至我还手绘了上辈子在网上看见的拍摄到的海底巨兽的图片，标注了可能的体积大小。期间，前养父母和苏建东都给我打过电话，我没接，他们就发了许多消息，希望我能看在抚养过我的情分上帮衬一下他们。现在所有的物流各归官方调度，私人邮递早就停运了，所以他们没跟我要东西，而是直接要钱。我选择已读不回，我也不拉黑他们，主打的就是给他们一个希望，然后又不搭理他们。搬到这个小区里来的优势，在这段时间里体现得十分明显。这里属于单位自建房，干部和退休老干部家庭居多。小区外不仅有持枪武警站岗，也确实在物资分配上有优先权。我当初搬家搬进来大批的物资是瞒不了人的，但到目前为止，除了15楼邻居拿2包速冻饺子跟我换了1盒布洛芬1盒感冒药以外，别说是暴力掠夺，就连私信跟我要吃的人也没有。在网上开始有人说自己物资被偷被抢的时候，这个小区的大家都显得比较从容。当然，也不排除我们外有2位武警站岗的缘故，他们是轮班制，上下午来的都是不同的2个人。但一样的是，不管是这2个还是那2个，在我做了饭请他们进来一起吃的时候，他们都是礼貌拒绝的，说不符合纪律，我也并不强求。官方在物资里面给每家每户都分配了生长快、易种植、病害少的蔬菜种子，鼓励民众自给自足。城市居民还给配备了相应的种植盆和土，到处都在营建密封水塔、隔离大棚。以前很少见的许多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设备随处可见，代替了大部分人力维持着社会的基本需求。沿海100公里以内实行强制内迁，生命不走的将不再提供基础物资，内迁结束后也不再对该区域进行优先救援，沿途建起了新型城墙，阻止病毒继续向内陆发展。听说西北一些原本人烟稀少的地区，以奇迹般的基建速度，将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用以安置受灾群众。其他沿海区域都是就近内迁，最离谱的是海南省搬到了内蒙古。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前世这个省来不及救援，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好了，数不清的飞机库飞了大半个月，硬生生把1000多万的常住人口南人北调，也是没办法，毕竟稍近些的几个省市原本人口就不少，内迁100公里后更拥挤了。海南本来就要不少迁徙过冬的北方人，这次虽然不得不集体迁往更北边，但为了生存，大家的配合度还是很高的。形势急，任务重，不配合也行，到时候自己想办法离岛。比较麻烦的是台湾，我们第一时间给出了同等救援条件，非常时期非常手段，所有台湾居民只要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就可以登机北迁。安分接受救援安排的确实不少，但这个时候还脑子不灵清的指望着飞欧美的也挺多，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留给他们的时间更少。海南完成内迁的同一天，我们在台湾的救援也同时结束，最后一架飞机飞离后，我国正式对外宣布封锁海岸线。国际上，我们提出海洋拯救计划，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研究、共同探讨，并且全透明公开研究方向及当前结果。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紧急会议，会议明确决定联合全人类制止当前海洋放射性变异疫病蔓延，延缓并阻止腐蚀雨的到来，净化并保护地球水资源。唯一的意义是科研集中在哪个国家进行。我国和美国都提议了本国。英法观望，俄国投了中国，然后最终结合当前各国国内形势，以我国社会治安目前更为稳定，更有利于研究，获得全票通过。毕竟我们在集体风控、内迁、救援的时候，他们的军方大佬在趁乱卖军火，支持各州闹独立，要自由。人骨巨兽还没出现，疫病已经搞倒了几千万人。事实上，现在全世界都还拿这种未知疫病没有办法。前世到我死的时候都没听说过有疫苗，我国情况得以控制，完全靠迁移、弃城、远离疫区。这几个月我们沿海城市死的人也很多，预估也有几千万。但相较美国，我们是死了20-30%，而他们是死了1/6。更惨烈的国家，短短几个月便死伤过半。人类就像是喷洒了农药的菜地上的蚜虫，成片的死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提出命运共同体的说法后，全世界快速响应的原因。因为不响应、不联手，所有人都得一起玩完。我数着日子，前世这个时候物资已经不免费供应了，但现在量虽然少了点，但还在合理范围内，也依旧还是无偿供应。科学家的事情我不懂，总归还没到公布成果的时候。但在这场灾难中，也算有那么一点点宽慰民族心的事情。多国宣布因无力继续保管我国流失文物而选择归还。国内形势其实也很紧张，但苦中需要一点甜。灾难中我们需要一些激励人心的事情，接回文物也是其中之一。我国冒险派出专家团队护持接回流失100年的瑰宝。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浪费人力物力去接回一些死物，在他们看来，生命比一切都重要。有这个精力还不如多种2颗菜。但以我个人而言，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高兴的。如果一切无法挽回，人类的文明就此终结，我希望我们的国宝也能回到这片土地，落叶归根。前世差不多的日子，日本还是没了。也不是针对他们，事实上所有的岛，不管是国还是省市、地区，都遭到了大海严厉的报复。陆地板块影响稍小，但也跟我前世记忆中的一样，距海100公里以内，生人勿近。不过日本虽然没了，但日本人没死绝。我国本着人道主义，接收了20万无家可归的灾民。不是我们不大度，不抱着大国精神去接纳更多的日本人，实在是无能为力。因为在他们正式就历史问题向我们道歉并请求救援的时候，我们已经救援了邻近不少国家的灾民了，边境多了很多少数民族要安顿，比如灾前170几万灾后飙升至700万的朝鲜族。我们压力太大了，没有更多资源和空间去容纳他们了。何况人家的被救援第一志愿是美国，适逢丧尸病毒大爆发，我们只能集中精力维护本土秩序。几近封闭的小区里开始有人无征兆的被感染，每天都有哭声，每天都有人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抬出去。国家发了应对宣传守则，但因为危险性太大，死亡或被感染率太高，所以不鼓励民众自己杀队并处理丧尸，只让民众严格遵守一人一屋单独隔离，非必要不接触，无直接有效沟通不开门的自保方式。不过退伍老兵全都被召回了，在我们口守了快2年，武警和小区的守卫都归队了。2026年4月的最后一天是个值得普天同庆的日子，街上几乎看不见溜达的丧尸了。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发表声明，人类在稀释甚至消除海洋有害放射性元素的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至于有多卓越，我不知道，因为新闻上没说。我只听陈伯伯说了一嘴，腐蚀日可能不会到来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的每一天，我几乎住在了阳台上，每天眼巴巴地看着外面数日子。6月仿佛还不够卓越，我们打了很多冰和人工消雨，大概是还没有直接面对一场大雨的准备。中旬、下旬，转过眼就是7月，又是中旬、下旬，7月底，人工延迟了许久的大雨终于下了下来。我小心翼翼地用伸缩杆夹着试纸看向窗外，雨滴落在试纸上，我死死地盯着，1秒、2秒、3秒，我终于爆发出歇斯底里的欢呼声，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从保鲜格掏出一根鸡腿，吊在伸缩杆上探出去，鸡腿被雨水冲刷得湿漉漉的，但却并没有发生皮肉脱落的问题。我蹦着跳着欢呼着，哭着笑着，周围也开始陆续传来欢呼声。新闻上开始报道，我们已经克服了灾难的第一步。不过风控隔离还是要继续，因为丧尸病毒的出处还没确定。9月，部分工厂开始恢复生产。12月初，区域解封，小区里开始有人3、3两两的散步。前世我被绑着丢出苏家的那天，我给自己做了一碗长寿面，庆祝新生。我不知道前世害死我的人是生是死，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我了，而我也会让他们如尘烟般在我的生命中散去。过完新年的第2个月，国家开始招募青壮年志愿者，越过长城去清扫残骸。只有收集、研究并清除了那些变异后报复性涌上岸的海洋生物残骸，我们才能探查清楚疫病产生的原因，并加以应对。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至今没有疫苗。但报名处上至60、70的人在喊着说自己还算壮年，下至10几岁的孩子嚷嚷着自己怎么不算青年。男男女女接踵摩肩，吵吵嚷嚷，却排着队等待报名。我在阳台看了3天，然后换了件衣服，背着旅行包下了楼，走进队尾。我在前往长城的班车上遇见了苏秦，他扑上来抱着我说谢谢。我实在有些惭愧，因为我连社区后期可能会驱赶租户都没告诉他。虽然这辈子我所在的小区没有发生因为资源短缺而挤兑的现象，但从网上的消息看，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小区是普遍现象。这辈子为了提前规划分散隔离，丧尸病毒爆发前就做过统计，不能在当地满足义务1人单独隔离条件的，要不然就随社区调剂，要不然就遣送回乡。据我所知，苏秦不是本地人，且跟人合租。我曾经想过，如果他找我求助，那我就让他住到801去，但他没找我，我也就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自觉隐身了。我有些心虚地问他，社区那边业主有没有为难租户？苏秦顿了下，摇摇头道，我后来没有住在那里，你最后一次直播后叮嘱我囤货的时候，我就带着你给我的试纸搬到我男朋友那里去了。他家里给买的婚房是2室的。我松了口气，看了看左右，道，你们一起报名了吗？怎么没坐在一起？苏秦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低下头快速擦掉了眼泪。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对不起。苏秦用手背快速蹭了2把，抬头时脸上已经干了。他扯了扯嘴角道，又不是你的错，你说什么对不起？他只是运气不好，丧尸病毒爆发的第2个星期就睡了一觉，第2天就变异了。我们约定好，如果对方变成了怪物，就亲手送走彼此。我不知道他当时还有没有意识，但他想咬我的时候忽然停住了。苏秦看了眼自己的手心，又抹了一把眼泪，然后故作坚强道，我总得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毒把他从我的人生中抢走。我抱了抱苏秦。长城防卫线外，所有人下车穿戴防护服，然后互相检查合格后，以此进入区域内。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域？满目疮痍，腐朽溃败，尸山血水中的泥泞，隔着防毒面具都能闻到的恶臭。此起彼伏的反胃，呕吐声。先到的志愿者引领着新人。这里是适应区，旁边有吸氧室和盥洗室，忍不住或已经呕吐了的人可以去里面清洗收拾。适应了的人可以开始跟着队伍往前走。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加油，加油！周围有人应和着，勇往无前地向前走。我干呕了几声，因为跟车的人提前提醒，所以我没吃早饭，这会儿什么东西都没吐出来。缓缓呼了几口气，适应了视觉冲击和嗅觉上蹂躏，终于缓过劲儿来。苏秦淡定得多，帮我拍了拍背，然后等着我一起。后来她告诉我，她男朋友死后，她因为不能接受，所以把男朋友的尸体在家里留了半个多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有些适应了尸臭和腐烂。我们这些志愿者负责的都是相对安全的区域，主要是负责打包各种尸体，并用镊子和玻璃容器收集尸体上出现的小型火物。在安全区，我们能看见火光，听见爆炸声、枪声，那里有人在战斗，以相对原始的方式。因为谁也不确定一旦动用大规模化学、生物或者核武器，会不会对现今环境造成更坏的影响。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艰难的。有人因为防护不慎被感染，而我则因为短短2个月体重就跌破健康临界点而被劝退。我虽然不吐了，但也几乎吃不下东西。为了健康着想，我回了家。但苏秦适应良好，我们约定等他回来的时候来我家找我，或者等我体重达标后再去找他。半年后他还没回来，我也还没重新调整到被认可的健康状态。好消息传来了，国家宣布研究中心研发出了一代变异疫病疫苗，首批疫苗将送往前线。2个月后，疫苗点遍地开花，到处都是排队打疫苗的人。半年后，2年疫苗注射完成后，我国正式宣布解除封控。又半年，研究中心宣布已经攻克丧尸病毒，并研制出了疫苗。除了海洋保护、生态恢复工作，还有几十年、几百年的持续下去，这场灾难总算告一段落。苏秦没有回来，因为志愿者的工作没有结束。我每隔一段世界也会报名去参与其中。不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会有些迷茫。短短4年，仿佛整个世界都变了，大多数幸存者们变得很佛系，钱不钱的没什么人在意了，大家更关心阳台的菜盆、田间的1亩3分地、山上的树木、远方的大海。我们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钢筋丛林，仰赖着科技的便利，但心态仿佛却回到了农耕时代。全文完。